好，基隆的四接争议啊，又重回环评，什么意思了啊？就是当时李永昌啊，就他们的这个地一直缩小，用地缩小了，从原来的这个29.8公顷变成18.3公顷，然后呢，现在又变成14.5公顷啊，东移，然后越来越小哈。那但是呢，这个上次李永昌李永昌时代了，台电是用一个文，那这个。谢国良他们认为说呢，新的这个计划缩小，但是东移又包含基隆港的港嘴，那应该重新提一个这个公文出来，不应该用过去的。那台电认为说，我过去的这就包含在过去里面了，我干嘛再提一个新的这个公文让你核准呢？我想基隆市政府来讲，你文了我就否决你了。那结果他们就去这个诉愿，跟谁诉愿呢？跟农业部诉愿。所以原来否决他们是用渔业法，那说呢，你现在否决跟渔业法没有关系啊，所以农业部，你想农业部怎么会支持谢国良呢？当然就否决了。那否决了以后是怎样呢？就重回环评，要重回环评，由环保署要到环保署的环境评估了那重回环评是怎么样？以前环评好几次都不通过了那会不会现在会不会通过？那台电是说，我们就按照上次环评不通过，我们那些专家意见呢，我们改成这个新的这个计划等等那另外呢，就是说这个林右昌当时对于因为林右昌那是民进党的政策，他怎么会反对？就算心里反对，也不敢真的反对啊。就算基隆市民反对，也不敢真的反对这个四接。四接是什么？就是现在协和发电厂那边，我们如果这个开车经过北海一周的话。常常看到那边有人在潜水啦，甚至在游泳、在钓鱼很漂亮的一个地方那个地方要变成一个将来接天然气了所以呢，这个现在争议又起我们看到现在基本上它就是说LNG 码头嘛，液化天然气的码头那最早的时候是3.0版是这样子，3.0版是现在的版，现在版最早2.0版，现在东移一下，东移到3.0版，东移到这个地方，但这个地方那。这个用港的人就是就是开船的人都蛮担心的了可能认为说呢安全上可能有点问题那另外呢，这个谢国良认为呢，林右昌当然是放水的所以呢，是认为民进党的需求放在人民之前，主要就是因为刚刚讲嘛，你核电厂都停了以后，那怎么办呢？用什么来代替呢？台电说我用天然气，你用煤也不行煤太肮脏了。你也自己拿到世界去也会被人家谴责所以就变成这样子所以到底怎么回事？来，这个林委员玉芳兄，如果按照这个讲说，这个四接它的地缩小这么多，然后它又有东移的这样一个状况，我认为一切都要重来。对啊，这样才对。譬如说，你第一个作战计划好了，你也要使用多少个兵力譬如说，你要使用1个军的兵力。去攻击一个目标，你现在缩小了，改变了这么多，那你这个作战计划不重新写吗？对不对？你必须重新写或者另外一种讲法就是说，你原来攻占的土地是很大的一个面积，现在缩小这么多，而且这个战争的目标也移动了，这个作战计划可以不要重写所以我认为现在还有一个很重要一个问题，就地方自治的观念是什么？影响到地方权益的事情，中央一定要注意地方的，要尊重他们的态度，尊重他们的看法，尊重他们的评估。所以我认为，你如果中央什么事情都这样高来高去，你们就解决了，那地方自治的意义在哪里？毫无意义了嘛？那你的市长摆在那边干什么？没有什么意义了嘛？所以我觉得这个事情影响最大的还是基隆市的市民，这里面包括渔民，这影响尤其大。这整个案子要重新送回到基隆市政府重新审核。好，赵先我这边提一下，先说明一下这整件事情到底是发生了哪些事情首先，第一个，这个四接当然是台电非常的急，可是当他要求基隆呢接受这个四接的时候，其实民意是反弹非常非常的强烈的。但林右昌时代呢，他其实是自废武功。放弃了基隆市政府的审查权，所以不管是1.0版、2.0版、3.0版，基隆市政府都说台电来函就说我同意了，你直接让去送环评吧
可是呢，这中间卡关都不是环评卡关哦，重点其实都是地方的环保人士出来抗争卡关。譬如说王醒之，他其实之前也是议员嘛，哈，他们带头推动这一个护渔的公投，所以他们那时候因为要推动护渔公投，所以这整个案子就停摆，等这个公投这件事情。但现在他们现在就是横财入灶，怎么说横财入灶呢？林右昌自废武功了，对不对？谢国良当了市长之后说，你怎么可以自废武功？我基隆市政府当然应该要有审查，你应该先让我基隆市政府审查了，因为你现在不管是1.0版、2.0版、3.0版，都在我基隆的水产保护区范围之内，所以我当然应该要有审查权啊。好，所以你林右昌自废武功，我谢国良不要自废武功啊，所以他才会说不行，你台电另外报一个案子送到我基隆市政府。好，第二个是护渔公投，请注意哦，他在去年的4月的时候呢，他撤销了整个的这一个公投，就是行政院撤销了整个的护渔公投，所以他先把基隆人的公投权先没收了，然后现在呢是进一步把基隆市政府的审查权给没收了。可是各位你要知道，1.0版在这里，对不对？这是1.0版，好，这边是1.0版。2.0版确实是缩小了，但对不起，3.0版根本就是一个完全不一样的地方，它是一个完全不一样的地，从 A 地跑到了 B 地，然后你说完全不需要基隆市政府的审查，你台电不需要重新报一个案子，我台电完全不需要去了解这背后发生了哪些问题。那么对于环保人士来讲，现在最担心的一件事情是什么？因为这边通通都是珊瑚礁的主要的生长的地方，所以你不管1阶也好、2阶也好、3阶也好，都会影响到珊瑚礁。那珊瑚礁是所有的鱼类能够养育、能够成长很重要的一个地方。但是今天，我比如说林右昌，他带头先自废武功在前。接着在内政部长没收了基隆人的公投权，然后接着现在民进党政府再来没收基隆市政府的审查权，他就说那我中央来审就好了，那中央审过了就过了，基隆市民一句话都不准吭。好，看一下相关新闻。我们也是很欢迎经济部长郭志辉，还有我们的环境部长彭启明，如果关心世界的议题，也欢迎来访这个基隆市府，大家可以一起讨论。重要的是，我们一直都是坚守我们的立场，为基隆民众来维护权益。大家可以看到我们的对照，就是前市府他的所作所为，难道是站在基隆的民众？难道是站在基隆市府跟为了基隆市去考量吗？可以感觉出来，并不是。好，那么公投领先人叫王醒之了哈，他说农业部不应该越俎代庖为台电开路，就陈检到农业部，你就说这个否决了基隆市政府的这个决议，你可以这样子吗？这是王醒之的意思哈，所以他们说这叫明朝的建盏，清朝的官，4阶中央阿爸又惹争议啊，就你搞了个半天啊，你这个完全不同的东西啊，你说不用再报了啊，就直接去做环评吧，接着再回来。住得安全，活得平安。一人一点力，爱就大无限。好，谢国良选举的时候呢，在火车站开直播，现在又到火车站，重回火车站开直播啊，送他的政策笔记本，谈他的理念啊，主要因为呢，现在要罢免他了啊。那他是说，如果基隆没守住，像骨牌一样，明年20到30个立委等着被罢免啊，所以呢，他号召支持者投票，再击退对方一次，去选举我一次，罢免再让我赢一次啊。那基隆选出来的立法委员林佩祥说呢，要去投票，而且投不同意罢免，要打脸网军说谎跟保拍教啊，赌博输了不认的哈。那另外那个公视有一个报道哈，一个节目了哈，好像是帮助这个要罢免谢国良这些人，所以被批评是偏颇。王宏威就说哈，公视不能变党媒啊，纪录片怎么样会变成罢谢国良的宣传工具呢？啊，
传播学者文化大学的新闻系教授庄伯仲也说，时机点现在很敏感了，你平常做在这种敏感的时机，应该要做到平衡观点嘛，所以公司的动机可疑啊。那罗志祥也说呢，当时呢，公司曾经用台语呢骂韩国瑜叫韩籍混，来韩籍混，番薯粉来讽刺韩国瑜了哈。好，那么我们看一下到底怎样对抗这样子的这种恶质的挑战，所以我相信我们会全体出动。放话要战就战，蓝营大咖相继出动，抢救基隆市长谢国良的罢免危机。因为罢免战白热化，甚至有社群曝光谢国良女儿照片。对于我的家人的某些隐私被网军拿来使用，我觉得非常的民进党做事情就是这样，无所不用其极，真恶劣。国民党副主席连胜文强化帮出气，而拆梁行动现在被质疑的不止侵犯肖像权，还有公视台语台这预告影片。你好，请支持罢免联署。节目预告片上线满是拆梁行动，惹来蓝营质疑，因为公视作为公广集团，预告内容却只针对罢免方，并未加入是否立场。这种预告片根本完全变成罢梁行动的一个文宣品。公共电视难道是党媒吗？蓝营要求下架影片，对此公视回应，在专题内有市长和学者对罢免案的立场，并非只有单方说法。拆梁行动上升到政党对决，连媒体报道都成为瞄准焦点。公视台语台的这个做法是真的非常恶劣。我是学专业的广电新闻，我拿的是广电新闻的硕士。平衡报道虽然在现在的这种已经非常分众化的过程里面呢很困难，可是你作为一个拿纳税人的钱的公广集团，你这是最起码的嘛。那所谓平衡报道呢，第一个最浮面的标准是什么？这个稍微有一点新闻教育的人通通都知道，你至少在时间画面呈现上你要双方一致嘛。这个很难做到吗？对不对？譬如说，你今天要报道基隆的这个罢梁的事件，那你所谓罢梁公民团体的画面跟谢国良反对罢梁的人士的画面，你至少在时间数量这个时长上要一致嘛，要50:50嘛，你就先要追求一个很浮面的平衡，然后接下来呢再做观点的平衡。观点的平衡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你今天受访者2个人，你去找罢梁团体的人出来讲理念，说我为何要罢免，那你就必须找2个人来说明为什么反对这个罢免。对不对？那你不但你要选一样的人数，而且你要做到他们访问的时长，你最后这个人一个人剪出30秒，你另外一方也要剪出30秒嘛。这种很简单的基本的 ABC， 你公共电视都做不到。你说你闽南语电视台，你是一个标案是什么？你都还是在你公广集团的整个审核里面嘛。所以我拜托立法委员，我今天一直在看着我们吴春成吴委员，这种就是公广集团的预算就要把它删掉。你莫名其妙，你连最基本什么叫公广集团？公广集团你就会想到说英国的那个 BBC 嘛，对不对？日本的 NHK 嘛，你起码你别的地方别的民营台都很不公正有支持绿的台一大堆也有支持比较偏蓝的，都不要紧。可是你公广集团起码你要持守的这个基本的这个平衡嘛。那我最后补充一点，刚才讲4阶的事情，我实在要讲。我觉得中央农业部最离谱的一点是什么？各位知道现在4阶用的地就那个那片海为什么是由农业部来审查？因为它是渔业署，是农业部底下的署，它是鱼群的保育区你在保育区去做一个最破坏生态，还不止珊瑚礁，是那个保育是要让那个鱼富裕，然后呢，让我们的海洋生态，还有包含保护我们的渔业什么等等的。就你在这个区域，你完全去迫害它，而且你不是因为国防的理由，你不是因为紧急的理由，你这样的情况下，你完全不让地方的民众来表示意见，不管是公投或地方审议。你简直莫名其妙，农业部自失立场。这个吴委，
现在我想公示的这个事情只是浮出冰山的一角而已啦，这个几乎是全面性的问题啊。因为我们也都是我早期也是媒体出身，在我们在那个时代哈，党政军的媒体都要退出，然后呢，不仅是这种，包括有中立像选委会啊，什么中立结果，稍一不慎的话，哇，反对党、民进党党外，哇，这个就是那个动辄得咎。现在整个的情况啊，这个整个的情况几乎没有什么叫做中立机构的啦。没有中立，现在哪有什么？公广集团不行啊。公广 NCC， 你还会相信吗？你还所有的监察院、司法院，所有的机构，几乎都是党部机构的吧？包括所有的国营事业，国民党以前呢比较笨，还有什么直接变成什么党营事业，现在所有的那还直接去经营现在我觉得现在整个的氛围是这样的，就公示这种事情应该是很普遍的。那张宇，我是觉得如果觉得他的报道不够平衡，当然可以去检举啊，当然可以啊。那跟谁检举啊？当然可以啊。跟继续更偏颇的 NCC 检举吗？所以你还是用立委凯预算比较是一个救济机制嘛。那 NCC 现在在立法院在讨论这个，我尊重每一个党的立委的立场啊。但我要讲的就是说，我特别要提到就是说，我觉得谢国良是不是很紧张啊？怎么会突然把这个世界的议题？因为这个世界我这边有个公文，我看了以后我才发现，其实他这个公文是。就他同意的范围是说，跟他同意说，跟本府所辖基隆市水产动植物保育区范围完成相关资料，本府原则同意，但是他还是说，仍请台电贵公司一项主管机关申请事项，全部还是要照程序来。我想这时候这个是林右昌时代发的文嘛他不是说我原则同意他就核准了，不是呢，你还是要照你的程序去走。那谢国良这一次为什么会让人家觉得说，奇怪，为什么好像很紧张，突然抛出这些议题，然后包括在公馆，在这个公示他也很紧张，而在这个车展他也很紧张。李英县的市长不应该那么紧张，大批人马大家都去帮他加油，不是吗？那因为如果你OK 没有问题，你也不用那么紧张啊。你包括这个公投联署书，你看寄了2万多份出去，这些想要罢免你的这些公民团体快要疯掉了，不晓得怎么办。他们现在在街头继续联署。我是觉得谢国良市长，我一再的呼吁就是说，这个公文本来就不是林右昌去核准它，而且这个都市计划变更是在103年，不是林右昌当市长，是你们国民党当市长的时候，你为什么不要去检讨这个都市计划的问题呢？那而且这个台电也不是这张公文就准了呢，你就是因为人家讲的是水产动植物保育区的问题，那农业部说你这个理由不成立嘛？你讲的理由是说你应该要告诉农业部说好，那我确实有发现说，在这个报告里面作假，或这个报告里面不对，好，确实影响了水产动植物。而你提出这个理由，也许还有机会，可是你提出的理由都跟这些没有关系所以我是这个奉劝市长多用点心在市政议题上面。如果你想把这一个议题当作政治操作，我认为林右昌也可以跟你出来辩论，没有问题嘛，对不对？但是先做好功课，把你的本文看清楚，你把你的诉愿书都拿出来，如何被驳回的问题在哪里？好，不要乱打。好，那如果紧张的话，不要再用一些奇奇怪怪的手段紧张你就把市政做好，市民自然就会还给你一个公道，不是吗？好吧，今天网络上有谢国良跟他，你千万不可以反击，你如果反击就是紧张。谢国良跟他女儿的合照被人家拿出来讲，说谢国良故意来博同情。基隆市政府说，干嘛搞到人家女儿的身上那种小朋友不应该这样。来，波义先讲吧，民进党天天都要喊行政中立，要民主自由，但是在谢国良市长这个罢免案上，我完全看不到行政中立，哪来的民主自由？民党本身很努力的在想要罢免谢国良市长，我觉得我没有意见，这是你们的想法。但是这次已经离谱到连中选会都涉入得太深了啦。像第一个最简单的，中选会无理的要求基隆市选委会查对时间，没有原因的要从40天变成30天，为什么？完全不晓得为什么，只是因为之前韩国瑜院长等等的案例就这样做要求吗？完全不顾法治。在第二个，中选会主委李进勇，他假借关心之名到基隆市选委会做监督之实现场看有没有状况，
而且据我了解，最好笑的是什么？他们中选会派出好像科长等级的人吧，亲自到基隆市选委会现场监督每一位查对的人员贴身指导，告诉你该怎么做，看查对有没有问题啊。以往从来没有发生过这个事情。然后接下来说这么去注意细节查对的过程当中，最好笑跟最离谱的是，最近中选会给基隆市选委会的文已经改采密件处理密件又是密件，发一个文给基隆市选委会用密件，我不晓得这个东西有什么过程需要保密这一般文件应该就足够了，因为讲的应该都是一些所谓的行政指导流程而已。所以中选会现在用密件来做相对应的处置，是不是代表了有很多指导是不合理的，是不敢被外泄的呢？这些行为，我老讲已经完全逾越了行政中立的标准。但问题是，已经这么离谱了，绿营赖政府从上到下有没有出来制止过这个事情？完全没有，甚至还中了很多的绿营侧翼攻击谢国良市长，包括连谢国良市长的女儿都被卷入这个罢免案之中。所以我只能说，既然绿营拼尽全力的罢免谢国良市长，而接下来蓝营唯一会做的一件事情，就是全力捍卫谢国良市长，以及捍卫基隆市民真正应该要有的权益，跟他们必须要受到的一些相关的关注。休息一下再回来。最近杨文科、严宽恒、高虹安都有官司民进党说国民党跟民众党护短，不敢记党纪。那朱立伦说我们是按惯例处理。朱立伦说，另外呢，就是说传说黄国昌要选新竹市长，要来促进蓝白合。朱立伦说不存在的事，不予评论，不予讨论那另外呢，有人讲了高虹安是立委任内的事情那怎么停他市长的职呢？他并不是市长涉贪，停市长是立委跟那个什么关呢？内政部长是说呢，他是引用宪法、地方制度法跟公务员俸给法停职停薪，这都是依法来的那另外呢，这个内政部说也没有抵触宪法比例原则。那之前高虹安有说，如果他有半薪的话呢，他都要捐。大概以前这样停职市长、县市长给半薪，那现在上面说都不给。他说是主要由上级机关审酌当事人的生活有没有问题。那你生活都没有问题了，我干嘛给你半薪？因为还没有最后定验嘛王宏威说政治干预司法痕迹很明显因为有4个司法人员办过高虹案之后都升官了。包括法务部长郑明谦、新北地检署主任检察官卢慧珊等人，都是因为办这个案子都升官那另外呢，这个传柯文哲主意黄国昌接棒新竹市，柯文哲说相公谁说的？哪有这种事情另外还传出来说，他们怕柯文哲也接着出事了，所以说民众党要增设一个副主席。民众党发言人说没这个事情那蔡壁如说增设副主席是本来说副主席蔡壁如要去做，蔡壁如说无中生有，而且相信柯文哲连贪污怎么贪都不知道那另外呢，司法双标，所以呢，《中国时报》社论，因为高虹安这个金额很小，才11万多，判今年4个月所以不寻常，被认为是不寻常的案子那而且呢不能服众，那所以呢，媒体是说从郑文灿、杨文科、高虹安到4阶。赖清德碾压式的施政才正开始看一下。国民党主席朱立伦参加行程到彰化陪同看灾，但要声援的还有隔壁台中立委严宽恒，涉嫌诈领助理费遭判刑，但遭质疑根据党规一审有罪，应先行停权处分。任何的司法的官司，我们都是希望能够全力的。能够争取他的清白，都会依照我们党的规定依惯例来处理。
不需要绿营指指点点。首度回应严宽恒案，口中讲的依惯例来处理，摊开过往蓝营一涉贪党纪怎么处置呢？2012年林义士索贿案报道曝光，随即被开除党籍。同年李朝清回扣案与隔年的赖素如收贿案，以及遭到一审宣判有罪后，就都遭到停权处分。但国民党拿出这条直言贪污罪，要经法院判决有罪确定者，才予以撤销或开除党籍。而同样面临涉贪案遭判刑的新竹市长高虹安，传出民众党有意推派黄国昌参选新竹市长，国民党会礼让吗？目前还没有存在的事情啊，我们都不予讨论。一个转身不想多回应，毕竟蓝白都面临司法战场，得先把眼前这关先闯过。那委员到底民众党现在怎样？现在就是那个高虹安的这个案子嘛，哈，当然大家都，我讲民众心中有数嘛，一个11万判7年，那民进党新北市的一个议员周雅玲跟妹妹诈领助理费，也是一样诈领助理费1300多万，拿来缴贷房贷、社区管理费，还有他父亲的计程车费这些，后来只判了8个月。跟6个月，而且还缓刑3年，1300万，8个月，那你11万7年，这样子的一个比例原则啦。然后包括我是高虹安跟那个谢国良一样啊，从就任的第一天就一直有人要他下台啊，这个背后都有一股力量了哈，就是这个整个的我想现在大家对这一种认为是一个政治事件啦，不是一个司法事件。那就民众党来讲哈，我们认为啊，这个有政治当然不能容忍有贪渎啊，那这个依法要行事，但是还是要按照这种正常的一个程序跟比例原则。我是觉得柯文哲，我对他比较有信任，而且柯文哲他不太可能让出现所谓的副主席吧，就是代理他。我觉得可能性很低了。我想蔡壁如是最了解柯文哲的人嘛。蔡壁如讲的话，应该是相当程度是代表这个柯文哲的观点嘛。所以至于说民进党要怎么处理柯文哲，我不知道他会怎么想了，但是这样子把柯文哲给处理了以后，民众党就垮掉吗？或者他认为我根本不用处理柯文哲，民众党就会垮掉？或者认为说我把柯文哲处理完了以后，反而会刺激民众党变得更强大？这可能性有3个所以民进党是一个用政治来做主要思考的这样的一个政党啦，所以我认为他应该会盘算很久了，我认为不会很快就有结果。凤姐，其实现在大家之所以说他会针对民众党，有一个很大的原因，是因为在2024年选举当中，赖清德最大的痛就是年轻人的票太少，年轻人的票被民众党席卷而走，所以对他来说，处理了郑文灿，就处理了他党内2028年竞选连任的敌人。处理柯文哲，就处理了他在连任过程当中年轻人这一块的敌人。那么现在对于高虹安这件事情，11万，然后要去判7年4个月，而且他的很多的助理，我觉得高虹安刑事上面是有可被公平的地方啊。当判这么重，其实跟一般人的那种情理常识差距太远。但是最可怜的是他那些助理，一个贪污说是400多块钱。另外一个贪污说500多块钱，还有一个贪污比较多，上千元这样子，然后都被判2年呢，然后从此留下记录。其中有一个就直接讲说，我不想再上诉了。虽然他自己觉得很冤，但他不想再上诉，他完全不相信台湾的司法可以还他公道。再上诉，他也不能争到公道，他只能够背着那个400多块钱的贪污案，这一辈子的记录跟着他这样子一辈子，400多块钱贪污罪2年多。好，但是柯文哲这一块，我觉得其实是必须要先预做准备的了哈。那么柯文哲的案子，我其实比较想要跟杨文科的案子去做对比，因为杨文科他的那个天坑的案子，当然我觉得天怒人怨，而且他确实用人不当，公务处长确实发现到说有收钱的这件事情。
可是你要知道，他被起诉图利罪这件事情，从头到尾为什么是图利而不是贪污？就是因为没有找到任何对价关系，没有找到任何的金钱的往来的关系。那唯一你能够勉强能够有关联的地方，就是他曾经见过厂商。好，那我现在倒过来看，那金华城的案子跟北市科的案子，我认为柯文哲绝对没有拿钱。到现在为止，如果他有拿钱的话，我早就在总统大选当中已经被炒翻了，都掀开来了。所以我相信柯文哲没有拿钱，但问题是，他有没有见过厂商？有他所执行的决策有没有有利于厂商？金华城的案子，我想应该是最明显不过，那个容积率的大幅度的暴增，这件事情是你很明白的从表象当中就看出来。然后他跟星光在北市科之间的关联性，也会使得他。如果你以杨文科案的标准来看的话，柯文哲其实是很危险的啊。但是这一次的司法的那个出手之重啊，其实就你可以说是情理中事，因为政治就要这样出手，我们已经预期了。但是司法可以不计任何毁誉的做到这种程度，你必须要去佩服这些判决的人，他们心里头的那一把尺。比如说去判那个严宽恒的那个，那高虹安的部分11万400多块500多块，我刚刚已经讲了。但严宽恒的案子当中，这里面最荒谬的一件事情是说，他用侵占助理费嘛，好，就是他用一个人头助理这样。你要知道，过去这一种贪污助理费的案子，都是用自己的家属，比如说民进党的那个议员，他用的就是自己的妹妹，然后去付他家里头的钱，大部分都是用家属，可能是配偶啦，可能是兄弟姐妹啦，好等等这些家属。严宽恒用的就是助理那个人就是真的是他的助理也真的帮他在跑各式各样的场合，只是那个人是他的长期赞助者，所以为严宽恒花钱从来不计手软的，所以他愿意为严宽恒花很多的钱。那但是他是他的助理没错啊，那只是因为他不在乎领到那个钱，他愿意把这个钱领到了之后，继续为严宽恒付各式各样比如说宴请地方的庄脚啦，或者是帮他这个跑这个喜丧啊这些费用，然后你就说这个叫做人头，这在所有的这一些民意代表侵占贪污助理费的案子当中，还没有见过实际有助理但是侵占助理费用的这个案例，这倒是不曾见过的。所以我会觉得这里面司法政治的痕迹太过深了，才会让各界觉得不服。我觉得严宽恒的案子很简单嘛，那个林是吧？姓林的助理说他长期的支持者都帮他出钱出力，对啊，把以前帮他出钱资料拿出来，对啊，拿出来就说你看，虽然我拿了100多万的助理费，就是严宽恒帮他申请，严宽恒是说他长期帮助他都出钱出力，那好不容易有一个缺出来了，就说你是来当我公务助理，也不能都让你出钱嘛，补贴一点这样，那把资料都找出来嘛。就把过去他到底怎么支持严宽的资料找出来，说我以前如果已经给他了500万，现在只不过这个领了100多万。有，法院的意思是说，既然他有钱，你不需要给他助理费啊。那两回事情嘛，那个不是，他这也是一个水库理论啦，对吗？我是觉得要这样去辩论了。那高虹安的案子，就是我不解，因为之前看到高虹安觉得说，哎呀，小便宜也要占，对不对？一个什么卫生棉也要用，对不对？后来。那龚卫文那天他讲了一篇话，我不知道你们我是仔细从头到尾看完了。他说不是这样子啊，他说是因为呢，他到立法院的福利社买了一大包卫生棉，那一包里面很多包，10几20包嘛，他放在那边大家用，因为他助理都是女生嘛，都是年轻女生，可能都需要嘛，不是给高虹安拿回去用啊，高虹安可能也可以用，我不知道，但是就说他是让大家公用。以前没有讲到这句话，他跟检察官也讲了。不采啊，对啊，我们看到了检察官放出来消息，就是说高虹安哇，那个赚那么多钱，连这种都要去把它这个用，就是高虹安怎么连这个都用了，卫生棉都用了？另外还说那个什么黑糖什么姜茶，他那也是他就买卫生棉在福利社之后，顺便看到有卖这个就一起买的，也是他办公室大家可以喝嘛，谁要泡谁就泡嘛。我看了以后想说，这些事情我们事先都不知道啊。所以这个就很奇怪了。你检察官在考量的时候，你要考量当事人的不利，对他不利的，要考虑对他有利的地方嘛？你真的有考虑对他有利的地方吗？所以为什么呢？龚卫文到自始至终不认罪？他觉得我这有什么错呢？我也没有什么错啊。休息再回来。
好，那么警专的录取率创新高哈，说这是少子化的冲击，少子化只是原因之一啦，当然不可能都是少子化嘛。少子化冲击，台大的那个报考人数有减少吗？哦，那41%，比2019就比5年以前成长4倍，就以前要考警专只有10%大概，现在可以这个放宽到41%人可以进警专哦。那说窄门哦，现在看起来已经不窄了哦，哎，只要一般可以录取，不窄嘛，对不对？那我们看过去多难考啊，哦，过去多难考哈，也不过就10年以前呢、录取率只有15%，哎，16%、19%、17%， 6年以前9%，哦，10%，然后现在一下变成41%，从来没有这么高哦。那警专说2个原因啦。第一个呢是年改，哦，警察退休福利被砍，原本呢月退方1个月可以拿5、6万，现在只剩下4万多一点，哦，然后呢，所以呢还有警察风险很大嘛，哦，要搏命啊，有人觉得不值了，算了，哦，而且呢最近呢警察的消防啦等等呢，常常执勤的时候发生憾事哈。那另外说，黑帮居然能够搜出警专的招生简单，好像黑手党就这样，黑手党的就是培养对不对？这个优秀青年对不对？然后呢去读好的大学，甚至是当警察、当军人都有哈。黑手党这样干的哈。那所以警察也担心，说报考的时候是不是黑帮也进来？那除了警察以外，公务员也少了，10年减少1半。哦，101年高考有16万1千人考，现在只有7万多啊，降幅51%，哦，降幅51%，降幅很大的，不是什么3%、5%，哦，那考选部说都有理由了，他们都有理由，说有好第一个，哦，公务员不但有优势，就业市场蓬勃，找别的事情都很容易啊，少子化本来就少了嘛，哦，然后呢，公务员很难满足 Z 世代的需求，而且呢，考试成本很高，哦，因为什么报名费啊，一堆还要补习啊等等，所以都不来了哈，等等哈。其实真的很重要，就是待遇啊。你现在考，当时我们就讲，你这样砍哦，叫他砍，那大家会看呢、哇，所以你现在政府答应的事情，你现在说原来5、6万退休警察，现在变4万多，将来会不会考成3万多？会不会考成2万多？所以也不敢讲，政府答应的事情都会变嘛，所以没有把握了嘛。所以年轻人说，我干嘛现在就去啊？对不对？你比如说40年以前好了，对不对？那时候有2个年轻人，一个呢说我去当公务员，因为老的都有保障，一个月拿这些8成薪、9成薪；一个说不要，我去做生意，做生意可能失败，也可能非常成功啊，或者到民间机关哦，去到民间做事，然后到现在为止发觉这个原来去当教授的啦。当公教人员呢，后来到现在为止，老境很惨呐，少很多钱呐，对不对？那年轻人会看呐，不公平的这边，你政府不可以这种改变，不能溯及既往的。你答应给人家就要给人家，哦，你现在答应给人家不给人家，那就是违反你的承诺嘛，没有公信力了嘛。政府没有公信力是对政府最可怕的一件事情，所以商要立木为信，不相信政府。我立木为信，只要你给我把这个搬来搬去，我就给你钱，我真的给你，这样才来获得老百姓的信任。我们是老百姓本来信任政府的，把你打到完全不信任，就是结果就是这样嘛。你不要以为这个不重要啊，你可能少来考都是很优秀的人啊，这些人将来对国家非常重要的、啊。当这个军公教在政府里面做决策非常重要、啊。我告诉你，40几年以前。我们管理学会请李国鼎来演讲，他就讲啊，他说你们这些从留学回来的优秀人都不到政府来做事，将来政府你们都是2、3流人才，做出来的政策让你们1流人来执行，你们就知道痛苦了，就这个结果，哦，大家不要小看这个事情，公务员的素质是非常重要的。新加坡想尽办法提高这个公务员的待遇，香港的公务员待遇是我们的同样的待遇。它是港币计算，新加坡待遇是我们同样的待遇，它是新币计算，而且呢，它那个祖屋一般人还要等好几年，公教、军公教、政府官员、年轻人优先配给你，就是这样对公务员的、啊。那我们是怎么对待的？
这个确实哦，现在这个民间的待遇确实比公务机关还好。我们也发现，其实有一些公务机关甚至国营事业单位哈，那流动率是都比以前还要高了哈。那像我曾经请过一个助理，他宁愿去送 Uber。他也不想要当固定薪水的职称，对不对？好，那也曾经有司机来帮我开，结果呢，他说他宁愿去开1个礼拜，他不开了。他说我去开 Uber 赚的还比较多，6-7万可能有哈。有超过赚比较多，时间还可以自己控制。然后这个可能是这个时代就业的整个环境的状况了哈。这个我们真的要面对说。怎么样去因应呢？因为变成说我们有很多固定薪水或是固定工作的，他反而他的薪资没有办法提升。好，他相较于零散时间工作的自由自在的，他反而遇到这个问题。那确实我们真的也呼吁了啊，真的公务人员的这个薪资或是说他的相关的福利的保障，我觉得应该要再多一点。确实，因为很多优秀的公务人员，他们需要被留住，他们需要养家活口，他需要国家支持他。博弈。警专他说录取率创新高，主因是因为报考率创新低啊，没有人来考，所以危险啊。对，所以整个感觉起来录取人比例变得很高，可实际上最大的重点是没有人想要来，而且不止警察没有人想要来，公务人员、护士一堆没有人想要来啊，消防也缺了，像我们新北消防的人员就都缺，而且这种状况对。双北的情况最严重，对，为什么？因为在薪水一样的对薪水一样的情况之下，生活物价这么高，他那个去其他6都还比较轻松啊。这个问题台北跟新北早就发生了很久，但到现在，老实说，如果你薪资不能够真的往上涨的话，永远不可能改变这个问题，而且结果只会越来越糟而已。刘平。我觉得警察除了薪资问题以外还有一个安全问题，因为现在民进党又有一个让大家很不安的政策呢，就是警察也必须这个军队化。好，那一直有传出来什么，他们也要去受训练啊，干嘛？那很多人会觉得说，因为其实军人的待遇有比警察好一点，所以愿意去赴死的，他就可能觉得我就去当兵了嘛。那不愿意的，警察平常比军人还忙啦。对，打仗的时候呢，你要去打仗。对，警察又累，可是警察至少他不用跑到第一线。可是现在呢，他要把它变成第2国防军的时候，他又变成说，那我做警察干嘛？我可能打仗了，我要去前线送死。他平常什么事情都要叫我忙，然后呢，我的薪资又不如开Uber的人。这个军公教啊，这个在党国时代都被视为是比较国民党的人才嘛，所以当民进党进来的时候，在改革的时候，对军公教都有一种偏见所以改革的大刀就指向的军公教。那但是现在已经开始看出它的恶果出来了这个军公教，这还毕竟还是整个国家运作支撑的最重要的力量嘛所以呢，现在呢变成这个军公教这个士气低迷嘛。我们现在这个政府里面大家就是保平安呐，然后这个远距的这个至少国民党时代对这种文官啊这种事务官的培养是按部就班，是有一点嘛。现在已经乱了套了。更近。其实赵先你刚刚讲那一个，就是我印象中是孙逸璇，但你记得是吕国鼎讲的。吕国鼎就是。如果说你们不愿意进入公务部门的话，那对不起，你们号称是1流的人才，是不是？对不起，你就要被3流的人来管理。这其实是让我印象很深刻的一段话。那我觉得不是只有警察而已，其实是军公教警、消防，其实一系列的问题，它有待遇低的问题，但是更重要的是，它除了危险性高之外，这个社会不尊敬他们。这个社会呢，经过了很强烈的去污名化他们之后，他已经失去了这个社会当中被尊敬的基本的这样子的一个基础。当这些基础不存在的时候，那大家就来算薪水。预防中，这个国家安全在平常是警察真的比军人危险。在非战争时期，所以阿港埔那个时候设了个叫警安基金，大幅的调高警察因公殉职的抚恤金。我后来把这个概念带进就那个立法院去，所以立法院当时。